这大学生皮糙肉厚，力气大的，不用管他，死不了。王二狗，你他娘的吃干饭呢？这点活都干不动，能干不？不能干赶紧滚！能干就赶紧爬起来，把这地收拾干净了。我去！少年，老夫观你本性纯良，今日送你一场造化。恭喜宿主穿越至文化断层3000年，没有9年义务教育的平行世界。我是过来工地启功建学的，只怕得让我死在这儿。本届狮子大赛冠军奖品：大明湖的蛤蟆，奖金300万，且大明湖文旅局已正式决定花费1亿买下此狮的提币权。恭喜本次获奖作者狮魔张昌昌先生，让我们再次恭喜他。我的天，1个亿呀！这是咱们哥几个在工地干10辈子也挣不到的呀！哎，怪不得别人，只怪咱们哥几个家穷，上不起私塾，别说写诗了，大字都不识一个。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蛤蟆，一戳一蹦的。我操，好诗！不愧是诗魔张昌昌的诗，好诗，好诗啊！什么情况？这工地上全是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这也叫诗？还诗魔？诗魔不是白居易吗？你一个扛包的苦力，念过小学私塾吗？认识字吗？也敢诋毁当代诗魔张昌昌的诗？我堂堂21世纪的准大学生，你说我认不认识字？准大学生？什么意思？跟你认识字有啥关系？这小子说不定是在骂你。臭小子，你诋毁诗魔的诗，还敢骂我？今天要是不把你的诗打出来，老子都不算诗魔的粉丝。大哥，你好好说话，别动手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好，说得好啊！停车！我让你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我不仅欺负你，我还打你了。怎么着？再打我可就还手了！小逼崽子，你还敢还手？住手！你们是？刚才你所说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是出自哪位文豪之口？出哪位文豪之口？哦，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你不知道？美女，你平时就算不看古词文献，难道还不看网络小说的吗？网络小说？你是指文坛网上的帖子吗？果然，你们这些有钱人富婆是不屑于看这种屌丝文的。先生，你的意思是，刚才这句话的原创不是出处于你？当然不是。李总，我查了，文坛网查不到任何那句话的出处，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原创。先生，我对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很感兴趣，我这里愿意出100万买断那句话的广告使用权。100万买断那句话的广告使用权？美女，你逗我玩呢？只要先生把这个文化买断合同签了，这些钱你可以立马拿走。合同竟然没问题？现在有钱人都玩那么花的吗？豪掷100万买一句话了？据我所知，这句话出自清代吴敬祠的《儒林外史》，
土豆也只是在原创的基础上添了一句，卖的话应该不会起版权纠纷吧？先生不愿意卖，卖，我当然卖。运气好到爆棚啊！这么人傻钱多的富婆都让我碰到了，整整100万啊！省点花都够花半辈子了。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你这么有才华，待在工地未免太可惜了。我们华夏文坛的诗词大会很需要你这样有才华的人，你的才华也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不知你考不考虑报名参赛？文坛的诗词大会，我操，那岂不是文坛大佬云集？万一被人识破我那句话是抄来的，我这100万岂不是要退回去？美女，我这水平还是不去那种地方丢人现眼了。那实在太遗憾了。不过先生若是想参赛，随时可以再跟我联系。我操！我说那富婆怎么那么眼熟？原来是诗词大会的评委。二狗，你小子走狗屎运了！100万，我们哥几个辛苦几年都没你这一句话挣钱多啊！二狗，没看出来你小子那么有才华呀！日后有钱了，可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老哥啊！以后再说。王二狗，你把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这些包怎么还在这摆着呢？你他娘的还干不干？老子不干了！倩倩，我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了。你偷人？谁让你今天那么早就回来了？你要是像往常一样不啥事儿没有，你赖我？既然你都发现了，那我们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我跟孙东早就在一起了，你要是受不了，简单，离婚吧。倩倩，这家伙又矮又丑，你看上这家伙哪里了？孙东可是诗词大会排名998名的才子，随便写一首诗都抵你几个月的工钱了，日后前途不可限量。而你不过就是一个在工地扛包的苦力罢了。就因为钱？怎么，倩倩说的还不够清楚？是不是非要让老子写首诗骂你，你才会走？一个臭扛包的而已，哪里值得浪费你孙大才子的笔墨写诗去骂？我来，赶紧搞定回来，等下继续。讨厌，没听到吗？赶紧带上你的东西，赶紧滚！没想到你是这么拜金的人，我操！你别后悔！后悔？你算什么玩意儿，还想让我后悔？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呀！诗词大会？什么狗屁诗词大赛？998名的才子，老子不信！老子堂堂名校准大学生，比那矮胖子能差到哪儿去？你好，我想报名诗词大会。欢迎各位来到第39届诗词大会的比赛现场。本届才子整体素质简直是有质的飞升啊！更是有一名读过9年私塾的大才子。咦，怎么还有一个什么准大学生的农民工呢？农民工，该不会是你那大字不识一个的废物老友吧？他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华夏文坛的圣地上？绝不可能！下面让我们热烈欢迎才子们登场！完了！多亏昨天晚上喝酒喝上头了，我准大学生参加这种文坛大佬的比赛，是不是自取其辱啊？我去，还真是你那废物男友！
家伙疯了吧？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华夏的文坛圣地，他敢来这里捣乱，不是找死吗？李老师，这人你确定能作诗？他这简历上可没有念过私塾的经历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其少年穷。这句话出于他。什么？如此惊艳的话，竟出自他？才子啊！或许是从哪儿抄来的。一个工地上的苦力，能算什么才子？才子不问出处是咱们诗词大赛举办的核心。况且，诗魔张昌昌在未获得封号之前，不也只是街上的一个小混混？一个农民工也配和诗魔大人相提并论？万一能行呢？可千万别让我丢太大的人啊！请1号才子上前吟诵作品。我想有个太太。这1号才子可是读过9年私塾的大才之人，定能一举夺魁。我想有个太太。啊，好想有个太太，为我烧饭做菜。这玩意儿是开始念诗了。好想有个太太为我烧饭做菜，现实却很无奈，让我仍需等待。也因寂寞难耐，谈过几次恋爱，谁知屡战屡败，轻轻松松被踹。6言律诗，我想有个太太，吟诵完毕。这玩意儿6言律诗，现在华夏文坛的诗都这么别具一扬吗？好啊！我华夏文坛有你，复兴有望啊！不愧是饱读9年私塾的大才子啊！这诗绝对能流传千古，流芳百世。本届诗词大赛的冠军绝对非你莫属。唉，能和您这样的大才子同台比赛，是我这辈子最荣耀的事儿。我弃权。俺也弃权。唉，紧张的腿不听使唤了，下不了台。我被你的才华折服了，我想做你太太。哇！只要你愿意，我愿意退回家庭，当他的全职太太，为你烧饭做菜。你是乐城女富婆施总？没错，我就是乐城集团董事长西施。西总可是身价上亿啊！虽然这个富婆有点钱，但是她那点身价，对于一名即将诞生的文学巨星而言，不过是9牛1毛。不错，以1号才子目前展现的才华，西总还高攀不起。不好意思，你身上的铜臭味儿与我不配。我也可以为你去念私塾，当你的伴读女童。抱歉，我不需要。这位农民工选手，怎么？另外2位才子已经弃权了，你不弃权吗？这二狗还有脸在台上站着，真不嫌丢人。就刚才那一首《我想有个太太》，其押韵程度足以碾压诗魔张昌昌。就你那窝囊废前男友，不过是一个工地上的苦力，说话估计都词穷，更别说写出能超越这首诗的绝世霸卷了。要是亲爱的你在台上，说不定还能灵感乍现，写出一首能力压我想有个太太的好诗呢。虽然难度有点大，但也未必是不可能的。这家伙愣着干嘛呢？把那句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兵吟诵出来也足够一举夺冠啊！李总，你看好的这个扛宝工是打算这么一直赖在台上吗？估计是吓傻了，一个搬砖工哪能见过这样的场面？4号才子，你不弃权吗？4号才子，我看样子4号才子赖在台上不弃权，是想再争取一下了。既然这样，烦请4号才子开始吟诵自己的作品。都这个时候了，你这前男友还硬着头皮站在台上，我看8成是因为你给他戴绿帽子，气昏头了。讨厌，话不要说那么难听嘛，怎么能说是给他戴绿帽子呢？我跟他啥关系都没有，我第一次不都给你了？这倒也是。才子4号，你要是有参赛作品，烦请你现在开始吟诵，否则我们就要以扰乱比赛秩序之名
将你强行驱离这里了。完了，逼上梁山了，怎么办？怎么办？你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这可是文坛圣地，华夏的诗词大赛，你要是念诗就念，不念诗就滚！完了，彻底完了！你敢对我们动手？混蛋！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敢在这儿动手？臭农民工还真是嫌命长啊，在这里闹事儿，我看3年起步是跑不掉了。还好没跟这个傻子，不然老娘迟早要被连累。来人！本来吧，没有参赛作品只是丢人而已，现在好喽，扰乱公共秩序，要坐牢喽！这可是咱们李总内推进来的人才，真是人才啊，都敢打安保了。李总，你的人真是不得了啊！这家伙到底是搞什么鬼？这个人扰乱会场秩序，把他带到稽查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我弃权还不行吗？慢着！4号才子，能不能把刚才你说的话再重复一遍？我弃权。不是这一句，上一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对，就是这一句。这句话你能完整的说一遍吗？或者说有完整的吗？煮豆持作羹，路书有一之，鸡在府下燃，豆在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这样背吗？你能大声一点吗？煮豆持作羹。路书已为之，鸡在谷下燃，豆在谷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完犊子了！文超公抄到文坛圣地，还拿来参加比赛，肯定要被识破，被人骂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妙啊！七步成诗，七步成诗！怎么可能？怎么有人能做出这样的诗？啥情况？这些人该不会连曹植的七步诗都没听说过吧？华夏文堂的大佬水分那么多的，又是一群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3个评委愣着干嘛？没听到4号才子的诗已经朗诵完了吗？你们觉得这首诗能打几分啊？我该死！我狗眼看人低，我等这水平哪里能点评这种定能千古留名的好诗啊？等一下，我诗星下凡，诗星下凡啊！李总，是我刚才有眼无珠，烦请你看在咱们同事一场的份上，一定不要将我刚才贬低诗仙的话传出去啊！他不过就是一个工地扛包的，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诗？这又是豆子又是播的，写的什么垃圾玩意儿，也配叫诗吗？你懂个屁！这诗很好吗？这诗要是能流传出去，肯定能流芳千古，万人传颂。但他就是一个工地上的农民工，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请各位评委给4号才子打分。评委们，你们这是我等不配点评，我等也不敢点评，告辞。我想这首诗它分量有多重，大家都是心里有目共睹的。我觉得流芳万古世代歌颂应该不难吧？流芳万古世代歌颂，世代歌颂，流芳万世世代歌颂。师傅，恳请你收我为徒。这些人连曹植的七步诗都不知道，我的天，该不会是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全汇集一起了？华夏文堂水分已经这么的大了吗？
师傅，虽然我只是个准大学生，才疏学浅，但是你的文化水平之低，实属罕见。我建议你还是先去把小学、初中的语文书给看一遍。我9年私塾，放眼整个华夏都已算罕见，但是师傅的眼中却是他见过文化水平极低，不愧是能写出如此神作的诗仙，就连朋友圈都是一些才高之人。是我草率了，抱歉，我会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的私塾水平的。看样子各位评委对4号才子的神作的点评都是一致的。我们诗词大赛能出现如此旷世之作，真是一大幸事啊！现在我宣布，本届诗词大赛的冠军得主是……等等，竟然是诗魔张昌昌老先生。这老头就是写《大明湖的蛤蟆》的诗魔，什么水平也敢与白居易撞称谓？诗魔老前辈，您是为这首7步诗而来吗？没错。诗魔老前辈一定是对诗坛出现了这种优秀的后起之秀感到欣慰吧？欣慰？我感到可耻！这首诗根本就不是他写的，是他抄的。果然还是被识破了。毕竟7步诗那么有名，是个人都知道是曹瓷写的，这下丢人丢到家了。果然是这样，我就说他就是一个臭工地扛包的，怎么可能会写诗？老人家，你听我解释。打断一下，诗魔老前辈，你为何说这首诗是4号才子抄的？您可有凭证吗？凭证？老夫就是凭证，因为这首诗是老夫写的。你是说7步诗你写的？不是老夫写的，难道是你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家伙写的？能写出大明湖的蛤蟆那种诗的文化造诣，我还真没有。敢问老人家，你是叫曹植吗？什么曹植？老夫诗魔张昌昌。你抄老夫的诗，还敢来诗词大赛卖弄？你把老夫放在眼里了吗？4号才子，这首诗真是你抄的诗魔张昌昌老先生的？没错，我是抄的。啊？怎样？老夫说的没错吧？他是不是抄的老夫的诗？哈哈哈哈哈！放眼整个华夏诗坛，除了老夫，还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吓我一跳，搞半天你这前男友还真是抄的。我就说，一个工地扛包的，连私塾都没上过的穷屌丝，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佳作？既然是诗魔写的，那这就说得过去了。我早就告诉你了，他不可能会写诗，你还不信我？宝贝儿，我错了，晚上好好补偿补偿你。这家伙的这首诗真是抄的，那我买版权的那句话有没有可能？诸位，老夫今日能创作出《翁里煮大豆》这等旷世佳作，也多亏了这位小兄弟的灵感启发。不过嘛，把今天所有关于这个小子的画面全部截掉，一张都不许流出去。是，师魔大人。这老头还真敢认领7步诗。行吧，反正我本来也是抄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张卡你拿着，里面有10个亿，算是老夫的一点心意。记住，今天的事对谁都不要提起。10个亿，这老头来真的。诗魔这老家伙又用钱买走了一个天才的作品，这个王二狗难道就这么甘心被埋没吗？目标已离开会场，所有关于他的影像资料已全部清楚。哟，这不是王二狗吗？听说你去工地搬砖了，怎么着？今天是来给我们表演才艺的吗？二狗，来，坐我这边。听说你在工地上一天挣200，够不够吃饭？哎，我刚提了辆保时捷，落地180万。二狗啊，你在工地见过这么好的车吗？哎呀，这不是我的前男友吗？还在工地搬砖呢。搬砖怎么了？人家凭力气吃饭，不丢人。今天我请客，刚在诗词大赛上拿了奖金300万，随便花。300万，孙哥牛逼！二狗，你不是说你考上大学了吗？录取通知书呢？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啊！丢了。丢了，笑死我了！该不会根本没考上吧？来，我提议为我们班唯一的大学生王二狗同学干一杯！
虽然这个大学生连录取通知书都拿不出来，哈哈哈哈。二狗，不是我说你，你看看人家孙东，诗词大会排名998，随便写首诗就几百万。你呢？工地搬砖能有什么出息？就是，陈倩倩跟了孙东，那是明智之举。你要是真为他好，就该祝福他们。说完了吗？怎么不服气？你要是有本事，也拿出一首诗来让大家开开眼啊！哦，我忘了，你连私塾都没上过，大字都不识几个吧？没错，怎么羡慕了？孙东，你说你在诗词大会上拿了300万奖金，那你帮我看看，我这个余额够不够羡慕你的？这不可能，10个亿！二狗，你等等我！二狗，你哪来那么多钱？你是不是傍上富婆了？跟你没关系。二狗，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跟孙东其实没什么的，我就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在床上糊涂的。你。王二狗，上车。李总，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王二狗，你的才华不该被埋没在工地，也不该被这种人纠缠。王二狗，你给我回来！你个没良心的！尸魔张昌昌给了你多少钱？你怎么知道？他那点德行我太清楚了，花钱买作品，封锁消息，把所有有才华的新人扼杀在摇篮里。诗词大会上关于你的所有画面全被他删干净了。什么？全删了？你以为呢？他花10个亿买的可不只是那首诗，还有你的前途。那你找我干什么？今晚有个高端宴会，来的都是夏国文坛的顶尖人物，我想带你去。我去干什么？去拿回属于你的东西，去让所有人知道夏国文坛还有一个真正的天才。好，我去。先把你那10个亿存了，总不能拎着钱箱去宴会。李总，那个宴会到底是什么来头？去了你就知道了。记住，今晚可能会有西洋国的人来砸场子。西洋国砸场子？我先去宴会厅等你，打扮得体堂点。西洋国砸场子，这世界越来越离谱了。这是至尊文豪卡，全球仅5张。我知道，帮我查查余额。啊！100亿，先生，您是我们银行最尊贵的至尊客户。100亿，不是10个亿吗？尸魔张昌昌先生已经将这张卡的额度提升至100亿，并完成了过户手续。您现在是这张卡的唯一主人。这老头疯了吧？先生，请出示邀请函。王先生，请进。好兄弟，你可算来了。大爷，你到底在搞什么？100亿的卡说给就给。老夫的钱想给谁就给谁，走进去，今晚有好戏看。最近西方各国文坛崛起，出了整整4名诗仙，分别是泰多尔的《飞禽集》、雪维朗多的《西北风颂》、沙什瓦义的14行诗、特多曼的《树叶集》。我不相信，我夏国泱泱大国，14亿人口，找不到1名能写诗的。会长，我倒是认识一个大才子，会写诗。谁？王二狗。王二狗，这么名字从未听说过啊。名字你可能陌生，不过我想他的代表作《瓮中煮大豆》你应该听说过。《瓮中煮大豆》的确惊艳无比，算是旷世之作。只是可惜，为了点蝇头小利，主动把作品卖给了尸魔那老家伙。那只是其中一首，
会长，你再看看这首。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也一腔热血情真重，酒去犹能化碧涛。好，字好诗好，大才啊！怎样？我说的没错吧？文文，能写出这等豪爽诗句的才子，千年难得一见啊！要是没有良配，你可要抓紧啊！妈，宴会快开始了，要垂帘了。大爷，我就是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准大学生，写诗什么的真不会。那啥诗词大赛上已经够丢人了，你就别拉着我进这文坛豪杰聚会了，行吗？不想进也成，把至尊文豪卡还我。至尊文豪卡，我给银行行长了。那老夫不管，你现在不能把至尊文豪卡还我，那你就必须跟我进去，还我这个人情。老夫告诉你，这次文坛聚会，那可是女会长在给宝贝闺女找女婿呢。以你小子的才华，定能抱得美人归。女会长找女婿，什么意思？文坛界的情景演绎小剧场。哟，这不是文坛一哥人傻钱多的尸魔老爷子吗？听说你又花费巨资买了一首佳作，不知方不方便念出来给本诗圣听一听？这家伙是当今华夏的诗圣岳鹏鹏，代表作《花手谣》。诗圣代表着花手谣，什么鬼？这老爷子是已经自动进入角色，开始过剧情了吗？买诗？岳鹏鹏，你恐怕是在说笑话。老夫那首《瓮中煮大豆》，乃是我与我这位兄弟联名创作。说我买诗，纯粹是你在嫉妒老夫又出一首神作。神作？来，念一遍让我听听。煮豆。小兄弟，那首诗咋念来着？你看样子，诗魔老先生是刚买了诗，还没背熟啊。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这首吗？世上竟有如此完美的诗句，小兄弟，能否也为我写一首这样的诗？只要你能写，让我出多少钱我都愿意。我其实不会写诗，我真的不会写诗。小兄弟，你可是能写出《翁里大豆》这种旷世神作的人。你要是都说不会写诗，那这天底下还有会写诗的人吗？你少忽悠我兄弟，我兄弟只会跟老夫联名创作。你区区一个连至尊文豪卡测试都通过不了的诗圣，还不够格。好兄弟，咱们走。好兄弟，你这么忍痛割爱，将翁里煮大豆赠予我，老夫绝不让你吃亏。这是老夫的新作，拿去参赛，保证让你能一举抱得美人归。好兄弟啊，虽然我张长长的这首七言吕比不上你的那首《翁里煮大豆》，但是放到现在也绝对可以称之为一首旷世奇作了。就这诗，旷世奇作？不愧是诗魔，好诗好诗！好兄弟，相信我，到时你登场，把这首诗念出来，你就是全场最靓的仔。文坛协会会长的千金指定咋看你咋顺眼。大爷，我没说我要参加这个什么会啊，而且我也没打算娶什么会长的女儿啊。哎，年轻人，话可不是这样说的。这么快就有人自告奋勇的吟诵作品了，看样子文文你的魅力很大啊。妈，他就是我说的那个有诗仙风范，7步之内便写瓮中煮大豆那种神作的王二狗。他就是王二狗。既然这样，那我倒要仔细听听他的作品有没有你所说的那样才华横溢。台下的才子，请上台吟诵你的作品吧。台下的才子，我？这老头子阴我。台下的才子，请上台吟诵你的作品。这真是赶鸭子上架，不上都不行啊！这么多年轻人在场，背诗肯定不能背了，就用张昌昌塞给自己的诗敷衍一下吧。王二狗，这哪里来的乡巴佬？穿着土里土气的，还有脸上台？恐怕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疯了吧？哗众取宠罢了。3位好友，在场的才子我都已探查而毕，除了诗魔张昌昌和诗圣张鹏鹏2个大佬，我等才华略逊一筹，其他人绝不能和我们江南4大才子相媲美。陈少，你认为呢？
陈少，你没搞错吧？台上那土不拉几的家伙就是你说的祝酒词用正楷写了一首古诗出来的大哥？没错，我绝对没有认错，就是他，大哥！完了，这家伙怎么也在？上次祝酒词抄了清代诗人秋瑾的对酒，肯定暴露了。宴会之内禁止大声喧哗。这家伙向我打招呼，肯定是在无声的威胁我，然后戳穿我，让我在这里颜面扫地。既然陈少的大哥在场，那陈少准备如何打算呢？我大哥有诗仙之姿，我自愧不如。我决定弃赛旁观。陈少，你来真的？身为文人，竟不赛自败，我们江南4大才子以有你为耻。陈少，李小姐可是你一直仰慕的对象，这么好的追求机会，你这就放弃了？以我大哥的才华，别说我只是区江南4大才子，就算是诗魔张昌昌和诗圣岳鹏鹏2人参赛，都绝对没有胜算。真有你说的那样绝世才华的话，为何你不将你大哥所写的祝酒词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对啊，拿出来让我们一览神作。原作已被李小姐拿走，不过原作的内容我倒可以背给你们听听。陈少倒是背一背，让我们这3个友人听听到底是什么样的古诗神作，让身为江南4大才子的你自愧不如，弃赛。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酒去犹能化碧涛。这真是古诗，而且对仗工整，用词考究，听后让人回味无穷。这真乃神作！不愧是陈少那有诗仙之姿的大哥，这才华，我等的确不应该上台献丑。我也弃赛。我等的才学水平也就勉强半步诗王级别，我也不丢人现眼了，弃赛，弃赛。等下你们就会知道，你们弃赛是多么明智的选择。准备听我大哥诗仙的神作。忽看天上一火线，好似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线？好诗，好诗！张昌昌，这诗虽然还算说得过去，但是跟那首《瓮中煮大豆》水平差的未免也太远了吧？而且这诗的风格很有你的痕迹啊！我看这诗是你写的吧？怎么可能是老夫写的？多虑多虑。这就是你说的诗仙之姿的大哥写的诗？这首诗的水准最多也就半步诗王的水平，距离诗仙之境还差诗王、诗圣、诗魔好几个等级呢。你小子忽悠我们弃赛，到底有何居心？快说！我看就是你为了成全你大哥，获得李小姐的好感，故意让我们弃赛。我大哥的水准不应该是这样啊！难不成大哥写出那首祝酒词之后，才华已经耗尽？这个王二狗虽然有点才华，但这首诗的水平顶多也就在半步诗王，距离你口中的诗仙还差好些距离呢。莫大的夏国14亿人，却连个诗仙都找寻不到。唉，不应该啊！这首诗无论是风格还是水平，都不是王二狗的风格，应该有隐情。那我让他把手稿呈上来看看。这字迹潦草无比，根本就不是王二狗的字迹。这字迹倒是和诗魔张昌昌的一模一样。王二狗，你竟然在这样的场合弄虚作假，糊弄我，岂有此理！我找他算账去。回来。这是以我文坛协会会长的名义给你举办的选婿盛会，宴会没有结束你就冲出去，像话吗？可是，既然那个王二狗对你不重视，敷衍了事，纵使他真有才华，你又何必上心？况且台下不是还有江南4大才子没有上台，或许他们今日才学突飞猛进了呢。有请下位才子登台吟诵作品。会长，出事了！什么？江南4大才子自毁作品，弃赛了？岂有此理！我以会长名义举办的盛会，就一个敷衍了事、冒名顶替的参赛选手，其他才子全部弃赛，这也太不把我这文坛协会会长放在眼里了。那这样的话，岂不是王二狗还是冠军，赢取和我独自相处的机会？王二狗，在独自相处的时候，你要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定不会轻饶你。会长，那现在要不要宣布比赛结果？
宣布吧。这首诗是张昌昌那老家伙写的，我只是敷衍一下比赛，走个过场，怎么让我在台上待那么长时间？奇怪。我宣布，因参赛才子只有王二狗先生一人，其余才子全部弃权。本次宴会第一名乃是才子王二狗，作品名《玉帝抽烟》。我操，这都行！好诗，好诗！这区区半部诗王就能写出来的诗，都能获得和李小姐单独相处的机会。陈少，说吧，你到底收了台上的土鳖多少好处？早知道你口中的诗仙就这种水平，我上我也行。可恶，可恶！与夏国第一才女约会的机会就那么白白错过了，我想掐死你！误会，误会。师魔，你这老家伙狗屎运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啊！这种打油诗都能获得第一名，佩服，佩服！你懂个屁！这叫才华横溢，区区一宴会第一，我师魔随便一首诗都能得。恭喜王二狗先生获得和我们文坛协会会长才女邀约的机会，恭喜恭喜！早就听闻夏国文坛低俗落后，今日一见，的确如此啊！是西洋最年轻的半步诗仙雨慈，极其擅长诗歌，他怎么来这儿了？这还听出来，摆明就是来砸场子的。雨慈，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说，就这种水平的诗也能获得与夏国第一才女约会的机会，那这夏国第一才女未免也太廉价。于此，我劝你说话客气点，我们夏国文坛的第一才女，不是你一个外国人能够羞辱的。想要不被羞辱，那就拿出你们的实力来。好，我倒要看看你这外国的半步诗仙究竟有什么实力。看我的实力，你还不配。我要比，也是和这个得了冠军的人比，岂有此理！和我比？对，没错，你刚刚获得了这场宴会的第一名，想必你应该是宴会中最有实力、最有才华的。我要比的人就是你，夏国第一才女也勉强配和我这半步诗仙约会。这老外说话真让人不爽。你想比什么？比诗歌。西洋各国文坛最擅长诗歌，以诗歌问鼎诗仙的已有整整4名。这个半步诗仙以慈此次贸然闯入咱们夏国文坛的宴会，恐怕目的不简单啊。那咱们怎么办？目前唯一能够指望的，也就只有诗圣岳鹏鹏了。他是目前夏国唯一一名以诗歌登丁诗圣的文豪，能否替夏国文坛扳回颜面，就看他了。比诗歌？我不会写诗歌。堂堂夏国文坛盛会中的第一名，居然连诗歌都不会，可笑可笑！既然这样，那夏国第一才女是否要从锤炼后出来，陪我这半步诗仙去约会了？王二狗，我真是高看你了。小子，大话说太早，小心闪了舌头。老夫夏国诗圣岳鹏鹏，诗歌而已，让老夫来领教领教你这西洋半步诗仙的诗歌文气。诗圣档次差了点，勉强够我出手。Mr. 请。老夫不才，不日前刚写了一首诗歌佳作，今日就拿你来练练手。自从上次岳鹏鹏以一首诗歌《花手摇》晋升诗圣之后，再也没有新作出世，蛰伏至少已经5年。今日出手，我敢断定，定有神作出世。你的猜测和我的直觉一样，看着样子，这个老外是要比诗歌。我偌大夏国上下5000年文明，比文化底蕴，怎么可能会落后给老外？这个诗圣头衔那么大，水平一定很高。此诗歌名为《两只老虎》，老夫自认算是巅峰之作，比肩半步诗仙，绝对绰绰有余。2只老虎，这诗歌名一听就有一股猛虎下山之气直冲脑海，应该会有胜算。Police。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真奇怪。我操，什么东西？这不是我小时候听过的儿歌吗？好，好，好！
诗圣的这首《两只老虎》诗歌，音律平缓，由繁入简，听后让人心旷神怡。若是流传出去，定能传遍大街小巷，经万人流畅。岳大师的这首诗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是啊，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诗，死也瞑目了。岳鹏鹏这老不死，憋了那么些年，竟然又憋出这么一首佳作。这首诗歌要拿到市面上拍卖，少说也要8位数。不愧是以诗歌登顶诗圣的文坛巨著。这首《两只老虎》一出，这名西洋的半步诗仙恐怕要灰溜溜的流走了。是啊，夏国文坛还是要靠这些老一辈的坐镇啊，不像某些有点才华的年轻人，关键时刻总是靠不住。怎么好像听到谁在背后骂我？这些文坛大佬玩的情节小剧场游戏，一首儿歌一个劲儿的吹风，还挺入戏。不错，不错。西洋国的半步诗天，该你了。原本以为我会低估你们夏国文坛，没想到你们夏国文坛的诗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垃圾。玉慈，不要以为你是半步诗仙就可以诋毁我们整个夏国文坛。诋毁？不好意思，如果你们夏国文坛堂堂诗圣的诗歌水准就才这样，那么我觉得在场的各位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垃圾。我说的是事实。年轻人，不要在嘴皮子上逞能，有什么能耐你就拿出来。哼，你要是觉得我写的诗歌是垃圾，那就把你的诗歌念诵出来，看看到底谁的才是真垃圾。好，成全你。怎么一个剧场小游戏，还玩出那么重的火药味来了？接下来我就让你们听听来自我西洋国半步诗仙的才华意蕴。有屁快放，少卖关子。作品《威尼斯商人》，作者半步诗仙语词。不惧黄昏尽，但愁白日长。翩翩书记俊，今夕喜同窗。金环数指间，灿烂自生辉。唯恐娇妻骂，莫将弃道旁。悠悠歌喉声声回荡，仿佛身临其境，见证了一对恩爱的夫妻在眼前打情骂俏。这就是西洋国半步诗仙的诗歌吗？西洋文坛已经繁华到了这种程度吗？只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半步诗仙，便能写出如此丝滑、充满意境的诗歌。他说的没错，他说的没错。与他的这首诗歌相比，我自觉佳作的两只老虎就是垃圾，垃圾啊！老家伙，你可不敢倒下呀！夏国诗歌还需要你这根顶连柱啊！各位夏国文坛的巨斗们，我的作品《威尼斯匠人》已经在楼上音诵完毕。如果有觉得我的作品是垃圾的，欢迎上台踢馆，以此就站在这里静候。既然没有，那么我就要掀开垂帘，带夏国第一才女回我们西洋国独处约会啦！这个掀垂帘应该是这个剧场小游戏的通关奖励。还真别说，这些文人演起戏来，个个都堪称影帝。尤其是诗圣那家伙，血浆啥会塞嘴里的都没注意，血喷的真漂亮。慢着，姐，你咋也在这儿呢？夏官坛被外人羞辱，你竟然一直坐视不管，卖国贼，懦夫！姐，玩个游戏而已，不至于那么用力吧？我脸都肿了。游戏事关夏国文坛的尊严，谁告诉你这是游戏的？姐，这不是游戏。当然不是。既然不是，那为啥这个老外背莎士比亚的诗，你们在场的那么多人都没听出来？诗圣唱儿歌，你们也没有听出来？儿歌，外人羞辱我也就算了，就连国人也羞辱我，我没脸活了！让我死了算了，让我死了算了，让我死了算了！我那小兄弟既然这样说，想必他应该有神作。咱们等等。等等，这年轻夏国人怎么会知道我这首《威尼斯乡人》是我师父诗仙莎士比亚所创？莫非莎士比亚是我师父？原来是这样。王二狗，你刚才说诗圣岳鹏鹏的诗歌是儿歌，那你给我创作一首比这首更好的诗歌，让我瞧瞧。姐，我不会创作诗歌，我只会背诗歌。
背诗歌，整个下毒的诗歌不足10首，而且2只老虎绝对是最佳的作品。背诗歌，你要是能背出一首比2只老虎更好的诗歌，姐今天就跟你走。姐，我随便背背诗歌就行了，你没必要立跟我走的誓言，玩个游戏而已，没必要。好，只要你能背出来，什么都依你。提醒下，你要背的诗歌水平要超过威尼斯商人，否则他还是要跟我走。莎士比亚的诗在西洋国或许能够独领风骚，但是在上下5000年文明的夏国，比威尼斯江人水平更高的诗歌不要太多，好不好？姐，我已经想好要背哪首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运用形象描绘生发，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这首诗歌大惊小怪了吧？在我们夏国，这种诗歌上下5000年仅仅是流传下来的，少说也有几百首。像这样的绝世佳作，竟然能有几百首！你这小兄弟开口就要忽悠这个西洋国的半步诗仙了啊！几百首这种程度的诗歌，若是能有10首，咱们夏国文坛都不只至于落后于西洋国数百年，被耻笑数百年。是啊，这小兄弟虽然才华惊人，但年龄尚小，阅历较浅，容易膨胀，爱说大话也正常。王二狗，虽说你临场发挥，写出了这首《水调歌头》这种旷世奇作，但是你这样忽悠外国文友，加快留下不好的印象的。姐，我这说的不都是事实吗？咱们夏国上下文明5000年，能拿得出手的诗词夫妇何止100首、1000首、10000首都远远不止啊！1000首、10000首，当真有那么多？不信啊，不信我再给你背几首。当真？阁下能写出《水调歌头》这样奇妙的诗歌，语词非常敬佩。我的作品《威尼斯商人》与之相比，明显稍逊一筹。若夏国真如阁下所说，拥有成千成万此等级别的佳作，我沙必以半步诗仙的名誉做担保，带回到西洋，定竭尽全力替夏国洗白文坛荒漠的称谓。那你可要听好了，第一首，大哥，真的要连背10首？安静！料虫必窺井，习苦不言非。小人自龌龊，安知旷世怀？又一首古诗。第二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两首了。第三首，老骥思千里，飞鸿越九州。故人何存在？谁作致书有？3首了。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出口成诗，诗仙下凡，诗仙下凡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这等充满豪情的诗，诗仙竟然是对着我们4位吟诵的，我等何其有幸啊！怎么可能？我们西洋国都没有这么多的震撼人心的诗句，为什么夏国会有？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什么情况？我还没背完呢，他人怎么跑了？看他的样子，这西洋国的半步诗天8成是疯了。你当真诗仙？3首了！这世上竟然真的有人能写出这么多精妙绝伦、饱含意境的诗句，夏国文坛要崛起啊！会长，我这会长已有名无实，我宣布即日起，王二狗为新一任夏国文坛协会会长。我？文坛协会会长？没错，就是你，王二狗。这小兄弟的才华，担任会长的确足够了，但是会长、文坛协会会长这样德高望重的职位，如此交接，是不是太草率了？也是，既然这样，那我宣布，明日文坛协会举办新任会长继任仪式，望各位通知文坛亲友务必参加。各位可有异议？以我大哥的诗仙之姿，绝对能够服众。什么情况？是我误打误撞通关了这个小剧场游戏，游戏要结束了。王二狗，你呢？那个
是不是我答应了，咱们这个聚会就结束了？是这样。好吧，好吧，你们让我当这个会长，我就当吧。这群人玩游戏还真入戏。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离场了？当然可以，你还可以带着他一起离场。